11年前，河南小伙孔涛到非洲尼日利亚修铁路，却意外被封为当地酋长，并许100亩良田，还允许一夫多妻。如今他过得怎么样了？他有没有娶多个妻子呢？2010年，中国与非洲政府合作，中方帮助非洲尼日利亚修建铁路，不仅提供修建材料，还派遣不少技术人员前去帮忙。但修建铁路的时候，当地居民却不愿意配合，干扰修建进程，这其中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孔涛是前往非洲尼日利亚协助修建铁路的技术人员之一。1985年出生于河南濮阳清丰县，父母都是国家公务员，而孔涛也比较优秀，从小在学校的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可以算得上是大人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长大以后，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入北京交通大学，还在本校考取了研究生学位。2010年，孔涛从北京交大毕业，这时已经有不少公司向他抛出橄榄枝，但他毅然选择了中国土木工程公司。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份铁饭碗工作，更是施展身手的大舞台。而他也不负所愿，入职不久就受到领导的青嘱。同年12月，公司就把前往尼日利亚协助修建铁路的重任交给他。临行前，领导将孔涛叫到办公室，嘱咐他，这次的工作难度很大，不仅是协助修建工作任务，更代表着国家的脸面，你务必要好好完成。为了回应公司的信任，动身之前，孔涛查阅了很多相关尼日利亚的资料，包括习俗、气候和信仰等等，也渐渐被非洲一些风俗所吸引。但是等他真正到了尼日利亚之后，这位河南小伙却发现尼日利亚的情况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尼日利亚的炎热天气和糟糕的环境一开始就让他苦不堪言。尼日利亚的日常气温不低于30度，可以说是非常热了，而且高温环境容易滋生蚊虫，每夜都在蚊子的陪伴下入睡。在这里工作让孔涛真正体会了什么叫恶劣环境。然而困难可不止这一点，除了居住上的不适应之外，尼日利亚当地的物价也高得吓人。按理来说，非洲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物价应该会很低才对，但是让孔涛和一众同事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国内卖10块钱的粉，在这里居然能卖出上百元高价，这着实把孔涛给吓住了。在来之前，中国施工队的一众人员都没想到非洲的衣食住行问题会如此严重，动不动就到了连饭都吃不起的地步了。但是没办法，为了中非友谊，他们不得不克服种种困难。好不容易把所有工作都打点完毕，横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又来了。他们发现跟当地居民交流也成了一种障碍。虽然非洲尼日利亚官方语言是英文，孔涛也会，但因为各地方不同，当地居民说话大多都是方言。孔涛发现当地人民说的话他居然听不懂，这可把他给难住了。没办法，孔涛只好学习了当地方言。几个月之后，他已经能够与当地人勉强交流了。2011年，修建铁路工作开始动工，但是都还没有铺路机，施工队又面临新的问题，附近居然没有合适的泥土资源。无奈之下，孔涛只好带着施工人员徒步去寻找。徒步几公里，好不容易在葫芦村找到合适的泥土资源，却又遭到当地居民的阻拦，拒绝配合开采。孔涛都服了，面对施工队的请求，当地居民给出的理由是，土地是神圣的，是酋长分配给我们耕种的，所以我们无权做主，要是你们真想开采，只能去找酋长商量，得到他的允许才行。原来尼日利亚政治体制是采取政府和传统势力共同治理国家，所以有时候酋长说的话比法律还管用。酋长这个位置就相当于各地区的管理者，此外政府还特地为他们划分了等级，先后为土皇、大酋长、酋长。听了葫芦村村民的一番解释，孔涛立即去找到酋长商量。这时孔涛学习的当地语言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一众同事惊讶的目光中与酋长畅快的交谈。通过一次次的上门拜访，孔涛终于说服了酋长，顺利谈成泥土开采事宜，阿卡铁路的施工工作也能顺利展开。
2016年经历几年的时间，阿卡铁路建设工作完成，正式投入运行。完成这个项目之后，孔涛又接手了阿布贾城铁路项目，公司还任命孔涛为项目的总经理。在尼日利亚的这些年，孔涛也逐渐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热爱。尼日利亚作为非洲人口第一大国，但是当地人民的生活极为贫苦，人均工资不超过600元。看着眼前这些贫苦的人民，孔涛于心不忍，决定帮助他们脱贫。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孔涛发现当地人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只要口袋里有些钱就拿去喝酒，能过一天是一天，这种人怎么帮？为此孔涛也很苦恼，想了许多办法，开设竞技比赛游戏，组织人员参加，再给优胜者一些奖金之类的。孔涛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也逐渐感染了非洲工人，不仅自身的领导能力得到提高，非洲工人的积极性也得到改观。而这些只是孔涛给尼日利亚做出贡献的小部分。有一次，孔涛在施工期间外出探查附近情况，偶然间发现了一座破旧小学，看起来随时都要塌了一样。对于在这里上学的孩子来说是非常危险的。看到这样的情况，孔涛自掏腰包带领工人重新给孩子们修建了校舍，只要一有空还时不时亲自来给孩子们上课。久而久之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孔校长。后来他又自费腰包翻新了当地的一座清真寺，还为他们修建了一条全新的公路。孔涛的所作所为，当地人民都看在眼里。面对孔涛所做出的种种贡献，村民们都十分感激。2018年的时候，孔涛前去拜访当地土皇穆萨，交谈中穆萨突然提出要封他为酋长，本以为是交流中的玩笑话，但后来孔涛发现穆萨并不是说着玩的。面对这样的请求，孔涛也立即向公司汇报，随后他得到了公司肯定的答复。2019年4月21日，尼日利亚的土皇宫殿举行酋长受任仪式，对此孔涛也有点哭笑不得，但是他还是积极参加了，正式从土皇穆萨手中接过属于权力的权杖。当时中央电视台华人栏目还专门赶到现场记录并向全球播报了孔涛的高光时刻，这也让孔涛在网上当了一回网红。册封完之后还许孔涛百亩良田，允许他一夫多妻，可以娶4个妻子，但4个妻子要平等对待，意思就是说要买东西必须买4份，不能区别对待。那么孔涛有没有利用这些特权呢？其实早在2014年，孔涛已经回国结婚了，并且妻子还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对他来说，除了出生地河南濮阳清丰县以外，他生活最久的地方就是尼日利亚。由于离家太远，每年只能回2次家，因此孔涛对妻子和家人充满着深深的愧疚。后来有记者问他，你有没有娶多个妻子呢？孔涛回答，我是一名中国人，坚持一夫一妻制度。即使获得尼日利亚酋长头衔，但孔涛依然爱着老婆与家人，坚持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丝毫没有改变。他始终认为自己并不高人一等，酋长的头衔只不过是当地人的一种认可罢了。唯一改变的是，他不仅为国家尽心尽力，还依旧热爱着尼日利亚，为当地做出自己的贡献。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孔涛也积极配合尼日利亚政府调配抗疫物资，协助尼日利亚人民防疫。孔涛这名酋长身份可谓名副其实了。2021年，中国在非洲建设铁路的工作顺利完成，孔涛也到了该回国的时候了。临行前，当地许多人民都出来告别，场面浩浩荡荡，但居民的眼中却是满满的不舍。已经在非洲工作了10多年，也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了。与居民简单的告别之后，孔涛乘坐飞机回国。回国之后，孔涛这才发现，当初他被册封为酋长，居然引来了大批的关注。面对媒体的采访，他也只能说，当初非洲那段旅程确实让人怀念，但人要向前看。我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就应该要为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如今孔涛已经30多岁了，依然在中国土木工程公司工作。
在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中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为中国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力。就如当初他所想的那般，这份工作不仅仅是一个铁饭碗，还是一个能施展身手的大舞台。